来到我们的野933潮流音乐盛典，有没有发现呢？虽然说有很多艺人来到这个新加坡出席我们的盛典哈，但是有一些呢来不及上我们的节目哈。当中有这一位哈，他上了各大节目嘞，然后呢还没有来我们这边。谁？他就是年度歌手，同时也是年度金曲的得奖人张哲瀚汉呐，对不对？韩妮，我们的韩妮，我跟你说，小瀚，对，昨天印霜你值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金传媒门外有很多的蓝色的花啊？我没有看到，不过我是通过你发来的 WhatsApp 简讯看到的。我真的被震撼到，因为我下去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大型的一场活动，然后发现到对，昨天是张哲瀚的粉丝见面会。你应该震撼的，因为他是张哲瀚吗？哈哈。OK， 在星期六的那个盛典过后呢，其实昨天呢，张哲瀚有一个粉丝见面会那个门票呢是秒杀然后昨天出现在我们这边就是剧院外面的一个状况呢是有点令大家目瞪口呆的，因为粉丝太给力了，非常给力。除了花海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摆设，海报、人形立牌，反正就是一个嘉年华的感觉啦。如果昨天你人在现场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张哲瀚的粉丝见面会进行的如何有哪些精彩的亮点啊？不过今天在双节空，我们的亮点就是有他的访问。而且我们是和他细聊不是简简带过就走是真的坐下来和张哲瀚好好的聊天。7点钟过后呢，张哲瀚呢将会在双节坤跟你分享更多关于他的近况，还有他的个人首张专辑《深蓝者》。我看到了有位朋友呢 WhatsApp 进来，他说他刚刚回到澳大利亚的家，他就是几天前呢人在新加坡出席了我们的潮流音乐盛典。Welcome！ 他是特别为张哲瀚来到新加坡的，所以呢连续2天，星期六呢是潮流音乐盛典，今天呢是他的见面会然后蛮风尘仆仆的，就是出席完了这2天的活动之后呢，他又赶回澳大利亚去了。他说很感谢在这边遇到的很多不同的人给予他的温暖，有些可能是一同喜欢张哲瀚的，然后就有给他很多的这个照顾跟帮忙，然后他说哇，过去这2天非常的快乐，也让他感受到很多的神奇的时刻。我看到简讯了，他有说一句了，再次感谢各位主持人，节目真的很棒，看到熟悉的声音有了面孔真的很不一样，你们不光声音好听，而且都是帅哥美女。哎呦，讨厌啦，谢谢啦。谢谢你的这个捧场OK， 这么支持我们的潮流音乐盛典，然后呢也这么支持933。那稍后呢张哲瀚呢就会登场了，不要走开。手中开出了一朵花。也很开心，今天在933双节坤请到了张哲瀚，欢迎。谢谢，很高兴能够来到933来做客而且今天很开心，因为哲瀚是第一次来到933的这个直播室，然后我们刚才私底下有稍微聊了一下，这不是你第一次来新加坡对不对？对上次来是很久了，10年以前OK， 好。那时是为了什么来呢？来玩吗？还是来玩？因为正好有个朋友在这边读书，我记得还去了新加坡的网吧。等一下，网吧稍微透露一下年纪我大学毕业嘛，可能是个就是去网吧打游戏。那你对新加坡的印象是什么？当时那个蟹很好吃辣椒黑胡椒蟹，黑胡椒蟹，还有它那个辣的红色的那个蟹，辣椒螃蟹，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辣，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这次来有没有想要去做些什么？其实我就想可能 City Walk 一下，再走一走，然后因为很久没来，说实话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你粉丝很多你出个门应该需要伪装一下吧？在新加坡应该还好吧？请你不要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听众都是你的粉丝，对，而且你真的应该去 City Walk 一下，因为你可能会到处看到你的海报还是广告出现在周围，因为最近我们都看到了搭地铁啦，搭巴士啦，还是购物中心啦，那些电子看板都是你。对，我们有一个张哲瀚的列车，就是里面是贴满张哲瀚的海报，对，各种剧照，各种人物造型。其实我也很好奇，比如说粉丝怎么来机场接机因为我会去观察到其他人的反应嘛，因为人很多，然后
确实会造成一些交通上的拥堵，是有一种欢迎你来到新加坡的感觉，很热情。比如说可能不认识我的人，或者是不喜欢我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可能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在机场走路会有反感啊？不会耶，不会，他们会借此认识你，会很好奇这个人是谁，不认识你的人。反正我觉得我们会觉得很用心，因为他们既然花心思去设计这些东西，为了你这样子。当然我觉得也值得，因为你可是我们这次呢潮流音乐盛典的年度歌手，还有年度金曲的得奖人。恭喜恭喜！上课下课有好，谢谢。有什么感想吗？在他面前唱吗？你确定？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我旁边唱这首歌。等一下，我献丑了，我好后悔。你听得出吗？是原唱还好。听得出。我们应该听原唱唱吧？可以唱个几句吗？啊！上课下课有一天，等季落地睁眼，开门关门时间点，来来回回这世界。好温暖哦，这把歌声。你觉得这么多歌为什么这首歌会是粉丝特别喜欢？然后在这次的这个盛典当中呢，努力让它成为年度歌曲的一首歌。因为可能是因为自己作词作曲的，他们可能会更有共鸣一些吧。是，对，而且更愿意投票一点。很贴心，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他当然也有他很深层的意义在里面加上是你自己的创作。我们说到呢，你现在是演而优则唱这样子，所以现在重心放更多是在歌手方面嘛，去发展自己的那个歌唱事业嘛，可以这样说吗？对，因为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唱歌上、演出上，做演唱会上。现在是发片歌手嘞，那种感觉会不会压力更大一点点？就是说是一个很正式的名称这样。其实感觉不一样，是当签自己的专辑的时候，真的是第一张实体。其实之前他们还一直让我做实体专辑，我还有点。我说都发了，然后呢，也都大家都听过了。你是不想做，还是你很想要看到实体的专辑？因为现在其实老实说，印专辑也不便宜，然后大家买实体专辑也少了，所以你是偏向于想要做，还是偏向于不想做？因为我家都没有 CD 机，我也听不了，然后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那买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我是金牛座，很实在，我就会考虑这些很实在的东西。我买了东西，我一定要用，我一定要听它，它才有意义，它才有价值。后来做了以后，收到自己专辑，那感觉好像是不一样，对，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对，然后你也会觉得对这个时期的自己有一个纪念品。所以哪一个比较有压力？拍戏要冲收视率，还是写歌要冲收听率？其实我拍戏也好，包括做歌手也好，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没有担心过流量这回事？其实没有为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你好幸福哦，难以置信，有一点点。你知道，单我们做广播啊，我们就有收听率的压力，对不对？播得不好会怎么样？会扣奖金，大概是这样子哦。老板会不开心哦，饭碗不保哦。要跟你开会，怎么回事？一定要。为什么没有人收听？是，然后就说拜拜。我们新加坡有这个叫做 KPI 的东西，对 Key Performance Index， 就是要达标。没有达标的话，那可能老板就问你，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你很幸福你没有给自己设 KPI， 或是没有其他人给你设 KPI 啊？比如说好比以前做演员拍戏，那是他请我去，对吧？然后他付我工钱，对不对？然后我完成我的工作，结束了，我就拍拍屁股就走了。我要金牛座是这种想法吗？我要学习你这种精神，对，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其他的都不关我的事。老板天塌下来当被盖，张哲瀚教我们的对，做的。不是，但是就是我工作的时候会很 focus 在我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不希望别的东西干扰我，我不会去考虑我未来这戏播的好不好，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我看过我身边的人突然很红，然后突然不红，起起落落我也见过很多，因为很多事情是自己决定不了，但你唯一能够决定和做好的只有说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你知道你的歌曲啊在933的空中呢不停的在播，当然有新歌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抢播让大家可以听得到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之前有听过你的专辑，或今天听我们的访问才知道你有深蓝者这张专辑，跟我们稍微简略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你的第一张完整专辑。第一张专辑其实有些歌其实是在之前就已经可能2-3年前就已经做好了，因为一些事情所以
延迟发布了。然后呢，人的第一次嘛，总归都是对来说是一个起点，意义都很重大。然后我前面也在有访问的时候讲说好奇怪，我就一直我在问他，我说有没有奖杯？因为我有时候坐在家里会放自己的奖项，而且就是每一次我吃饭的地方抬头就是那个那个位置啊，就放好。然后呢，一个是高尔夫一杆进洞给我颁的证书，OK，然后是一个打篮球的 MVP 的一个奖杯，都运动相关的。然后是一个演戏方面。我说哇，我这次去年度歌手，那会不会给我颁个奖杯？我又多了一个年度歌手，对，而且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对，就是肯定你唱歌的部分，我的人生好像圆满了，很丰富，就在每个阶段他们都在干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就好像我的专注点好像都不是说一直在一个事情上，所以就很奇特。所以这张深蓝者专辑可能就是我的第一次，然后呢也第一次带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很特别。还好我没有做奖杯啊，奖杯你可以带回你家，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以后呢，张哲瀚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抬头，他就看到也933的奖杯在那边，好不好？想到我们呢，对，当时就想起我们3位陪你吃晚餐，食欲最大开。我们等一下和张哲瀚玩一个简单的游戏，我们稍作休息一下。Yes933双节棍，厚厚哈日。终有一天要和自己面对面，路已走远，要和自己说再见。我们有听众的 WhatsApp 进来说，哇，听张哲瀚的专访呢，感觉好好聊哦，然后气氛也非常好啊，那真的好聊。还有一段呢不要走开。双因为双倍快乐，节因为节目好听，坤因为坤华影双羽绒陪着你。Yes933双节坤。不需要太无聊的对白，我想我是时候应该离开。也很开心，在Yes933双节坤，我们请到了潮流音乐盛典的年度歌手张哲瀚。OK， 这个时候呢，要请张哲瀚来回答我们的2选1的问题哈。OK， 第一道问题，你会选择参演古装剧还是现代剧？时装，为什么？因为古装演太多。也对，古装比较累，对不对？因为要头套啊，对对，要弄很久，穿很多化妆时间都要非常久，而且就是在古装只能够说在横店拍嘛，是，然后下班了你还可以出去吃饭之类的，好现实的考量也有过吧？但我们只能在包厢里，你不可能做的。也对，对呀，要不然大家以为谁来的，吓坏大家。如果大家想看到呢那个时装扮相的张哲瀚的话呢，去找一下我们这个访问的片段哈，再刷一刷上面可以看得到。Miracle Entertainment YouTube 频道。好，第2道题。第2道问题，你会选择拥有完美的演技还是完美的音准？哇，完美的音准嘛，因为这个是天生的，就是很难用后天去练到。难怪我练歌练了2年还是这样，原来如此。好，第3道问题，如果你可以拥有一个超能力的话，你会选择拥有读心术还是瞬移技术 teleportation？ 瞬移吧，因为我不太想读取别人在想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窃取对方的秘密，其实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现在此时此刻想去哪里？如果你有这个超能力，哇，那就开心啦。突然我想去英国伦敦喝个下午茶，我就过去了，喝一杯回来了。真的耶，工作的时候也方便很多，很方便。我要去新加坡也是过来了，然后现在去北京就去北京了。是，你喜欢搭飞机吗？其实我很喜欢坐飞机的过程，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也不能够玩手机，它是一个非常private 的这个环境。然后呢，我很多歌词都在坐飞机的时候写出来。像什么？哪一首歌有吗？忘了。可能人生海海也有在飞机上写。你会选择当最帅最有魅力的人还是最聪明的人？我猜他会选哪一个？我们1、2、3一起说。你先想好答案的哦。哲瀚 OK 好。双节坤觉得是聪明对吧？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帅气他有了。
一是我没有聪明，不是，我就说聪不聪明我不知道，但是肯定需要选聪明。不是，我是觉得，我觉得你是个很在乎内在的人，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智慧可以帮助他很多。你要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人，或者是情绪稳定的人，或者面对处理问题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很多智慧。你入行这段期间，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智慧增长是什么？就是前年发生的事情吧。我觉得就是让我最长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打击越大，收获其实是越大，是相等的，就是让你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对对对，而且可能把我带到了生活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可能你没去过的，然后你要重新就像一个山突然掉下来了，然后你又再继续爬。那其实爬山的过程其实很有趣啊，你一直站在峰顶，高处不胜寒嘛。其实你每天都在担心我是不是要掉下来，你下来了之后，你才会更好的去攀爬嘛，才会去经历更好的过程，你每天都在努力。我很好奇，你是一个爱美的人吗？其实我觉得爱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并不是说我真的就是会有容貌焦虑啊，或者什么东西。我只希望自己的皮肤状态看起来好一点，然后看起来很元气满满。今天一照镜子，他状态不错，休息得很好，然后皮肤状态很好。那今天就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始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对待就是说容貌的一个爱美的一个体现。因为我们家的 DJ 品卷常常照镜子，觉得自己很帅，所以我就顺道问一下，你是真正帅的人，就不需要照太多的镜子。真正帅的人，我觉得哲瀚是由内到外的，对啊，散发的那种光环，就是这种自信，我觉得，所以我才问真正的帅哥。太坏了。重点是他有睡够，林品卷听到了吗？有睡够啊，那是重点。这中枪，林品卷。好，那最后一道问题，你会选择活一次1000年，还是活10次100年？ 10次100年好一点啊！可是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经过很多什么轮回啊这种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才是人生经历美妙的过程啊！就像美国队长最后为什么他要变老？因为你周围的人他都会老去死去，是你在不断的经历这种痛苦。是，我觉得我听了哲瀚说了这么多，他好像真的是最聪明的人就是我们4个当中好有智慧的每一句话。我喜欢你的深度，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让我看到不一样的张哲瀚，不只是演员张哲瀚、歌手张哲瀚，而是最真实的你。所以谢谢你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因为他是深蓝者啊，很酸。蓝可能星期一的时候啦，Monday Blues 嘛，对不对？其实今天很开心，张哲瀚带着呢这个潮流音乐盛典的讲座呢来到也933，那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粉丝们非常的喜欢你，然后呢过去也一直很支持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的吗？那我一直都说我可能是很幸运啊，经历了某些事情，然后也很幸运我拥有了一群可能这个全世界最棒的粉丝群体，他们不仅仅是粉丝，他们是伙伴，然后一同克服困难，一同可能有些需要 battle 的时候，他们就是战友，所以很奇特。然后呢，他们又是会愿意跟你分享日常生活啊，或者是帮助你变得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人。就像有很多工作上的问题啊，可能我没做好的，可能我忽略的，他们有时候看到他们留言，他们会提醒你。哇，也会鞭策你哇。其实鞭策我觉得 OK， 但是就尽量不要像妈妈一样很操心，太操心了。太操心了。你看你留言这么多，你都会一个个去看吗？或是写信给你都会一封封去看吗？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大部分我都会看一看。对。需要帮手吗？我们3个人可以去帮你的，没问题。画画我可能不行，其他方面我尽力。是 OK 的，画画不要紧啊，旁边帮他削铅笔啦。也行，可以啊，这打杂都 OK 的。你要不要选一下影霜跟羽绒，随便一个你可以带回去。其实我还有多一道问题，就是我看到你的在 IG 上有 po 什么你懂了吗？应该懂了吧？其实我们应该懂什么？就连续有好几个贴文，很有智慧的。对，很有智慧。我们也都在想说，到底是懂什么呢？到底我们懂不懂？所以我们今天想问一下你，指点迷津一下。其实不懂就对了，懂一下。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完全懂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你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你才会突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没有，这个好玩啊，跟大家开开玩笑一样。OK， 理解了。我们辛辛苦苦想了好几天的问题，就是因为好玩。到底懂不懂？耶！
这样老板问你 KPI 没完成，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吗？我只能说我懂啊。对啊，我不能说我不懂对，我不啊能。说我不懂这个你不懂就要假装我懂。我懂的，给我多一次机会啊！今天很开心，他请到张哲瀚来到我们 Yes933，希望呢有机会你可以再来新加坡。好。然后大家也非常期待你其他的作品，不管是音乐上的、戏剧上面的、画画的，还是包括你懂不懂，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多懂一点。谢谢张瀚，谢谢。谢谢。